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在上期的视频里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对财富自由的理解，并且介绍了一下那个著名的4%法则。本期视频呢，我来跟大家聊一聊我是如何几乎从零基础开始走上追求财富自由这条路的，并且我的第一步实际操作是什么。同时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发明的一个初级财富自由的流程图，可以帮助大家攒出你的第一个1000块、1万块，甚至是10万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或许对你还有帮助呢。如果在看视频的你也对财富自由这个话题感兴趣，请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我和小夏在本职工作之余是资深的赚钱爱好者，喜欢看房买房，钻研各种理财产品，研究各种被动收入。我们这个频道的格言就是人生追求财富自由。如果你也是对财富自由感兴趣的小伙伴，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咱们大家相互学习，一起成长，在追求财富自由这条路上携手同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立刻进入今天的主题。2014年的秋天是我在4大会计师事务所开始正式工作的第一年。当时我的薪水是$59,000。是的，你没有听错，在纽约的4大的第一年的薪水还不到$6万，而且这还是税前。我记得非常清楚每个月扣完税、扣完保险，拿到手里大概也就是$2800。转换成一年，到头来真正拿到手里的钱只不过是$3万出头。大家要知道纽约这个城市的消费是非常高的，房租高，吃饭贵，总之什么都贵，而且税还特别高。不要说追求财富自由了，就我当时同事的那点工资基本上都是月光，根本不可能攒下来钱。在这种情况下，我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在第一年之内攒下来我自己的第一个1万块。接下来我做的事情就是对我当时的开销做了明确和详细的分析，就是想看看我自己一个月到底花多少钱。经过一轮的计算我每个月的开销大概是$2000。当时的我为了省房租，租了一个离公司比较远的小房子，还有几个室友一起平摊租金。当时纽约城里的房租大概均价都是在$2000到$3000一个月，更好一点的高档公寓呢，大概要$3000以上了。而我的房租却只有$750。我当时那个屋子真的特别小，进去了以后只能放一张床、一个桌子，还有一个简单的小衣柜，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同时我记得纽约当时的地铁月票，也就是 monthly pass 是120块钱，750加上120，这$870就是我每月开支的最大头，而且这是交通费和住房，已经没有办法再省了。我给自己当时定的小目标就是每月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赚出这$870，也就是说我每个月可以从公司中多存$870。再换句话说，就是我每个月的房租和交通费就不需要我的工资了。这是不是可以叫做房租自由、交通自由呢？想想还挺鼓舞人心的。那咱们说干就干，当时的我在eBay、Amazon 上面卖过很多东西，包括鞋子、游戏机、游戏手柄、乐高积木等等，我这些我都卖过。但是收入最好的就是卖教科书。因为小夏当时在波士顿附近上学，大家要知道波士顿和纽约附近有很多的大学。我发现教科书这个东西人人都需要，而且当课上完了之后很多人都着急把它卖掉。其实很多人真的就是懒着自己上网卖，甚至有的人就扔在宿舍门口。当然了，也可能人家的家庭条件都比较好，不在乎这点钱，只想快点处理了书，放假玩去了。所以每年的寒暑假之前，我都会在纽约和波士顿的各大学校园里面低价收教科书，然后挂在亚马逊上面，等着下学期开学的时候再卖出去。教科书的利润说实话真的挺大的，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赚$1000多，生意平淡的时候也可以赚100-200。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沉了，而且特别占地方，不能受潮，所以保存起来必须要很小心。当时我的屋子里、车里堆的都是书，
有关于卖货的事情啊，我有太多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了。我打算以后啊做一期视频来跟大家细细的聊一聊。总之啊，在我之后的1年的时间里，我通过倒腾教科书，完全的 cover 了我的房租和交通费，是真正做到了房租自由、交通自由。虽然我拿到手的工资啊才3万出头，但我依然很快的攒下了我人生中第一个1万块钱，甚至不到1年半就攒下了2万美金。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财富自由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目标？说实话，我一直坚定地认为，不管收入多少，只要精打细算、开源节流，都是可以攒下来钱的。在这里啊，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在攒钱初期做的一个流程图，我管它叫做老麦的蓄水池。大家记得啊，我们上一期视频里面说过收入的3种形式：主动收入、半主动收入，还有就是被动收入。一开始我的主动收入是100%，是完全的上班收入。由于月光，蓄水池1号和2号啊都是0。但是当我开始卖教科书的时候，每个月可以多攒出870块钱，这870块钱啊就可以流入到1号蓄水池了。在经过1年时间之后，1号蓄水池的积蓄啊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在这时候啊本金还太少，不建议大家去投资股票啊什么比较高风险的理财产品，就放在零风险的定期存款中就挺好的。虽然回报率不高啊，但是每年依然有2%的利息，这样1号蓄水池啊就会越来越满。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投资一些半主动收入了，比如扩大你自己的网店，投资一些小生意，甚至买个小房子当个房东都是可行的。日积月累，我们会把主动收入所占的比例啊逐渐降低，同时来缓慢的增加半主动收入和被动收入。当主动收入的比例降到很低的时候，就标志着一个人啊已经基本达到了财富自由。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告诉正在看视频的你，财富自由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先确定一个小目标，告诉自己啊，开展一个小副业，让自己交通费自由或者房租自由，哪怕是中午饭自由都可以。无论你的收入是多少，都可以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干，因为我就是这么做的。在下期的视频里呢，我会和大家聊一聊我当年在各大平台上都卖过什么东西，我的货源都是在哪儿找的。其实赚这些小钱的机会啊，真的是非常多，而且就在你的身边。如果不想错过这些干货的话，就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喜欢我们的视频呢，也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想说什么话，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交流，共同成长。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